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13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据说明年2月份才会进行发售的库里2 Flow 球。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老样子，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一双球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双鞋可以打几分呢？我手上的是一个 sample 版本的球鞋，后续正式的试售版是否还会有其他的变化，这个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应该变化不会特别大。作为一双库里2代的升级复刻鞋款，它跟库里2代低帮版本区别并不是特别大，除了中底科技的变化之外，在其他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鞋头处有一个库里的老板 logo， 鞋身侧面有一个安德玛的 logo， 而在鞋舌处有一张闪卡，在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库里新的 logo 和老的 logo 两个图案。其他在细节方面就没有了，非常的简单，没有过多的库里个人元素。而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方面依旧使用了大家所熟悉的 Flow 科技，而采用 Flow 科技的篮球鞋在大底的纹路方面差别也一直是非常小的。不过不管是哪一双搭载 Flow 科技的篮球鞋，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优秀的，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顶级的水准。当然，搭载 Flow 的篮球鞋最饱受诟病的就是它的耐用性，这种无传统橡胶外底的篮球鞋在这一方面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如果你基本上就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打球，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它的耐磨问题。虽然即便你只使用它用来进行木地板上面的实战，它的纹路磨损速度依旧会很快，但是即使是纹路磨平了之后，它在内场的抓地力表现依旧是非常出色的。不过它在吸灰方面的表现并不像它抓地力方面那么的出色，虽然比一般搭载传统橡胶大底的篮球鞋是要强那么一点，但是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它的抓地力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脚底下才能有够用的抓地力。而在中底方面的表现，它依旧是正常搭载 Flow 中底的篮球鞋应该有的水准，在反应性以及场地感方面的表现绝对是第一梯队的水平，在突破的过程中脚底下不会有一丝的泄力感出现，再加上它顶级的抓地表现，穿它突破或者是变向的感觉真的非常爽，并且它在缓震方面的表现我觉得也是够用的，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它的中底缓震表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会出现任何震脚的感觉。不过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的。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那搭载 Flow 科技的篮球鞋一定不会是你想要的。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对于缓震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那 Flow 在中底缓震方面的表现绝对是够用的，这一点完全不需要去担心。不过这一双鞋在中底的抗扭方面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跟库里8代会比较相似，比库里9代或者是10代的整体强度要稍差一些，但是也绝对是够用的一个水平，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在你做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它的整体姿态是保持的比较不错的，不会出现过分的形变，并且中底内置的 TPU 片长度应该是比较长的，能够明显增加球鞋中底的整体滚动感，在进行全场的实战过程中跑动的感觉非常的优秀，滚动感非常拔群。不过它在足弓支撑方面是有着明显的欠缺的，虽然它在足弓处有着明显的内收，但是在足弓处并没有做出硬质材料的加强，足弓部位的材料还是略微有一点偏软，穿着实战的时间长了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足弓处的疲惫，并且它在鞋面的强度方面也同样有一些偏弱，球鞋的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网布材料作为鞋面的材料，仅只在脚趾部位做出了一点点小面积的热熔涂料加强，整体的鞋面材料是比较偏软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延展性。虽然球鞋在侧面做出了全面的中底橡胶上翻以及 TPU 加强，但是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鞋面在支撑性方面会有一点点欠缺，会有一点点鞋面兜不住脚的感觉。如果你的下肢力量比较强，那这一双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库里10会是更好的选择。不过在后跟处的支撑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环抱式的大面积 TPU 片让球鞋在后跟处的支撑性以及稳定性都得到了保证，表现非常出色。而在包裹性方面，它的表现也比较一般，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但是由于鞋带的布置略微有一些偏厚，拉紧鞋带对于前掌的包裹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像我这样脚型偏窄的朋友，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它在前掌的包裹还是会有所欠缺的。在做大幅度变向的时候，脚在鞋内会
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不过，如果你的脚型是正常脚型或者是偏宽一点的脚型，那选择这一双鞋一定可以得到非常优秀的包裹体验，并且在整体的动态锁定方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急停急起的时候，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大家可以放心。不过，由于球鞋鞋口处的开口略微有一些偏大，并且中底具有一定的刚性，在跑动的过程中会有那么一点点感觉鞋面有点带不动中底的感觉，一定要把上面的鞋带孔拉得非常紧，它的鞋脚一体性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如果系得不够紧，在穿它实战的过程中会有那么一点点好像不太跟脚的感觉，可能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能让库里更好的佩戴护踝吧。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是非常拔群的，超低的中底重心加上合适的中底材料硬度，还有它非常宽大的这个大底，都让它在稳定性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穿它打球，脚底下非常的踏实，不管做什么动作都不会有后顾之忧。而在重量方面，单支42.5码的库里2 Flow 球重量是339克，在重量方面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再加上它优秀的鞋脚一体性，穿在脚上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轻质。如果你喜欢轻质灵活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鞋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或者说搭载 Flow 的篮球鞋都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这一双鞋在搭载 Flow 科技的篮球鞋当中，它的表现并不出色。虽然它拥有着非常顶级的抓地力、反应性以及场地感，但是这是搭载 Flow 科技的篮球鞋都具备的一些优点。它的鞋面强度较差，并且在前掌的锁定对于脚型偏窄的朋友也并不友好，足弓支撑方面也明显偏弱。它的实战表现是比不上库里9或者是库里10的，并且要购买任何一双搭载 Flow 的篮球鞋，你打球的场地条件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如果你基本上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打球，那你再考虑这一类的鞋款。其他场地我都不建议你们去购买搭载 Flow 的篮球鞋。如果你要购买这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择42.5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但是因为球鞋的鞋带孔布置略微有一些偏厚，前掌的包裹并不能进行调节，所以我还是更加推荐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